大家好，我是 Jane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你有没有立下新年计划或者是新年决心呢？一个好消息是，如果你在新年的开始就定下新年决心，比在一年其他的时候立下决心的人，能坚持6个月以上的可能性会高出10倍。但也有一个坏消息，即使是新年决心，大多数人还是会失败。有一项研究表明，88%的人在2周之内会放弃他们的新年决心。那么，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无法坚持下去呢？我们在这里就探讨一下其中的原因，还有可能的改善方法。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目标过高。新年计划的英文说法是 New Year Resolution， 翻译成汉语呢就是新年决心，非常形象。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往往有雄心壮志，要大干一场，所以呢，很容易把新年目标呢定得过高。但问题是，过高的新年目标很容易耗尽我们的动力。如果你的新年目标有一项是早上4点钟起床，锻炼45分钟，2周之后，你的激情很可能消失殆尽。但是如果你把目标调整成早上5点钟起床，锻炼10分钟，这样这个目标就更容易实现。等到习惯形成之后，你把锻炼的时间逐渐延长为15分钟、20分钟，逐渐升级。这样的好处是，当小目标实现之后，你会有成就感，这样会让你更容易也更愿意去追求更大的目标，从而形成正向的反馈。其次，目标过于笼统也是导致失败的一个原因。人们常见的新年目标是锻炼、减肥、健康饮食等等，但这些目标都过于模糊，以至于没办法衡量它的进展，又回到老习惯中。所以呢，制定一个具体的目标，并且把它写下来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比如，我们可以明确的规定，每周去健身房3次，每天走8000步，每天多吃2份蔬菜等等。研究表明，写下目标的人比不写的人实现目标的可能性要高出40%。所以呢，我强烈建议你可以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写下你2025年的新年目标，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你实现目标，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再回顾一下。第3个常见的问题是对意志力的误解。很多人认为完成新年计划的决定因素是意志力或者是动力，但是呢，意志力是有限的，过度依赖它往往会导致失败。那些看起来自制力很强的人，常常通过调整环境来减少对意志力的依赖。比如，你的一个新年决心是减肥，但是呢，你的柜台上摆满了零食，而蔬菜等等健康的食物呢，你又放在冰箱的最底层。想想看，这样的话，你吃这些垃圾食品或者零食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很高？相反的呢，如果你把零食收起来，把那些健康食品呢放在显眼的地方，这样呢，你做正确选择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。相似的，如果呢，你觉得社交媒体在这方面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，你可以尝试卸载一些应用程序，或者呢，关闭一些应用程序的信息提醒功能，可以减少分心。还有一个可能被忽略的原因是缺乏内在动力。一项由麻省理工学院、卡耐基梅隆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共同的研究结果表明，当人们主观上愿意去完成一项任务时，效果通常比依靠意志力更好。如果我们过于关注外在的结果，却忽视了这个过程中的享受，那么这个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比较低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找到让自己开心的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。如果你的新年计划是锻炼身体，但你又不喜欢跑步，那你不妨尝试一下跳舞啊、骑自行车啊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团体活动。重点是
找到让你开心的锻炼方式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健身从前对他就是一种折磨，因为他经常半途而废，搞得很狼狈。直到他喜欢上了普拉提，从那之后，健身对他来说就变成了一种享受。他不仅达到了他理想的体型，而且还能够持续的坚持下去。最后，养成定期回顾的习惯是实现目标的关键。每天早上花2分钟的时间想一想，我今天要完成什么，哪些是我不想干但又必须干的事儿，就先干这些事儿。每周呢，花5分钟的时间来回顾一下过去的这一周，我的计划完成的怎么样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每个月呢，花10分钟的时间来看一看，我是不是还在完成新年计划的这个路上，我的方向是不是走偏了。这种定期的自我审视能够帮助我们不断的调整方向，让我们的整个过程更加高效。实现新年计划其实就像人生旅程，当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伴侣，就更享受沿途的风景；当我们找到了热爱的工作，就不再抱怨朝九晚五和创业的艰难；当我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实现新年计划，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。正如《Atomic Habits》作者 James Clear 所说，与其努力完成一项计划，不如努力成为那个计划所塑造的人。反过来想，能成为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动力。2025年，让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更好的自己。我非常好奇你2025年的新年计划是什么，或者说你的10年计划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也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